对吧？啦啦队附属男子棒球队啊，和强联表现那么好，接着而来的球员红了，但啦啦队更红，就是叫明星光环。那李多慧为什么来台湾？那当初就是因为他红到会去上综艺。我们其实看到这一波啦啦队，真的他的这个能量真的是蓄积的越来越强大。君现在是林香，所以李多慧等于开创了一个韩籍啦啦队在台湾的模式。啦啦队已经它不只是单纯的我自己去看妹，它已经变成一件文化。从林香爆红开始，最爆炸的就是李珠颖，一路下李多慧的加入，现在亚音说是群啊，就是炸裂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职这一波啦啦队的香味，从林香爆红开始讲，一路下李多慧的加入，然后接下来亚音。其实台湾啦啦队真正让外国人也看到，必须要说是群啦，就是炸裂啦。疫情那个期间因为炸裂的这个舞带来一波啦啦队去上综艺节目的热潮，所以群是这个功不可没，是陈子豪的应援曲嘛。然后陈子豪今年已经转队到味全了，结果呢他的应援曲不卖，这首应援曲留在兄弟，就是说这个应援曲它已经变成一个，你看像这种就是原创的应援曲，而且变成是一个IP， 它变成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时候，还会变成球团的资产之一啊！啦啦队已经它不只是单纯的我只是去看妹，它已经变成一件文化，而且它也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活圈啊，就变成一个产业哦。这其实是一个蛮特别为什么有这么多韩国的啦啦队会来台湾？当然是因为韩国的演艺圈竞争非常激烈，台湾华冈艺校那个模式啊，那他们高中是就是去做偶像团体的练习生，如果用那个我们抽卡牌游戏有没有 SSR 顶级的进入演艺圈，SR 的就是到其他的表演舞台的各种领域，啦啦队就是其中一环。可是台湾相对来讲，我们的市场相对多元，我们也没那么多偶像团体。我们一些比较强棒的偶像团体，因为市场因素，在大陆的时间可能比在台湾时间多。有很多的啦啦队以前是女团，其中一个是那个王麒麟的未婚妻，他们有些 AKB48 那个台北的成员比较资深的是那个天气女孩，她是一个很资深的女，里面有一位叫云溪，对，现在是乐天桃园，算是资深的台湾的各大科技业的公司尾牙，全部是啦啦队的在表演。他们的舞台是多元，你有这个市场，你有这个产业，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分这个饼。今年大概就是一个繁花盛开的一年，大概就是已经到顶峰。今年最爆炸的就是那个李珠颖，他去年是奇亚虎第一年，去年只是奇亚虎第一年，对，都是这样。那他等于是做火箭爆发式的成长，是画一半3.5，我也是很快就被推波。他那个全球上亿，在韩国的行情大概了不起合台币2万多块，他某种程度就是一个工读生的概念。我看了叫全经纪约，在台湾所有的都是由就是富邦球团来处理。目前的韩元他先跟一个经纪公司签约，再由经纪公司跟球团签约。这个是现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球队的模式，大部分的韩元是用这个模式。当今天球团直接把它签下来的时候，就是这很少见有点像是李多慧跟味全的模式。所以李多慧等于开创了一个韩籍啦啦队在台湾的模式。李多慧跟味全老家，他们有个叫陈美园区什么的，那是他们的州处啦。对，李多慧会去参加他们那边的活动，然后变成他们代言人那种感觉，然后会变帮味全的很多商品代言。所以未来富邦的银行可能就会推李珠颖联名，它的周边的产业关系企业就会变成李珠颖。啦啦队来讲，它的待遇一定比其他啦啦队员，老实说，我必须讲是不会差啦，不会差。但是你说有没有签约金1000万这个东西，在中职会很敏感的原因，是因为职棒球员都没有签约金1000万，签约金不到，可是年薪可以。当你今天整理这个，对中职的球员就会变成一个讽刺，对吧？啦啦队附属男子棒球队啊，对，所以我说这个对一个球团经营其实不是好事啦。当这个产业都在赚钱，你看像今年其实在这个啦啦队的产业跟棒球结合娱乐产业化的里面的环节，因为有4队嘛，另外2队要比赛嘛，那另外2队比赛的时候呢，会有韩国的啦啦队们去做中场表演啊，那就表示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变成是我们的特色。所以其实这一次李珠颖来到台湾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或者是突然发生，应援团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嘛，就是文化的产业就会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影响。我觉得一开始我想韩国啦啦队来的时候，台湾啦啦队有就搞到韩国都来，当然我乐见只是我疑惑，以我们一个，因为我很早以前是棒球迷嘛，然后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看，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啦，各种因素嘛，那现在因为呢，说真的啦啦队的关系，慢慢稍微又让我拉回一点关注，再加上我们这一次这个在12强联表现那么好，紧接着而来的球员红了，但啦啦队更红，就是叫明星光环。他们这些韩国啦啦队，他们在韩国也许就是一个 nobody， 可在台湾他们就变成那个 top one。比如说像李雅英在韩国基本上已经说要退役的啦啦队了，因为李雅英的年纪在啦啦队来说，以韩国来说其实是已经敲崩啊，是跳1年可能休息1-2年这样子。他后来主业其实放在模特跟经营他的短视频。对，他其实在短视频做得非常好，流量很棒。像
那个李雅英因为这礼拜生日，所以呢，现在公车在双北的公车已经开始有李雅英公车了，帮李雅英庆生的公车，粉丝文化啦，他已经连啦啦队在台湾都可以有这样的待遇的时候，那当然你说韩国的这些其他韩国大部分的啦啦队员是不可以经营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粉丝应援组的啦，因为他们就是球团的资产。对，那李多慧为什么来台湾？那当初就是因为他红了，所以呢，他红到会去上综艺节目，这概念有点像，就是说他们韩国的这些啦啦队，即便他年轻或者他想要登上一个所谓娱乐圈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来到台湾，他有机会在更多的舞台被发现。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一波啦啦队哦，真的他的这个能量哦，真的是蓄积的越来越强大，而且我必须讲，原本哦，我就刚才波基讲的嘛，那个主轴嘛，君现在是林香爆红，我跟大家讲，林香我也是在网络上刷到她的，她最早是因为她是一个网红的女朋友，我知道她孙子里面，她分手的时候，对，后来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拍了一个小短片，然后我那天刚好在球场，我就说哇，这个穿这样是可以的嘛，在球场这样，然后呢，下面就一堆卫道人士来批判，看球打棒球都打棒球，穿成这样很恶心，去牛肉什么什么之类的，短影音流量最高的。可是讲真的，林香因为那个 OL 趴，然后下半趴，然后爆红，而且是日韩，尤其日本真的很多，然后大家说这是日本，这台湾女孩吗？所以炮哥就说他们拿的是相机大炮，因为他坐在法香区，他可以拍到最近距离的啦啦队的动态，而这些会有流量。然后李多慧在炸裂的时候带起韩国啦啦队爆红的那个韩流，然后他等于是帮韩国人来台湾探路，而且没想到他的市场那么大，而且他从广告代言、综艺节目一路包括他自己的 YouTube， 李多慧的模式就会变成其他韩国所有啦啦队来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李雅英的出现，就是李多慧一个人没办法消化掉这么大的韩流啦啦队的市场，所以其实有好几个嘛，这个还有其他，但是最红的是李雅英嘛，就除了李多慧最红李雅英嘛。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又迎来了李珠颖，兰兰也是这个李多慧，然后这个跟他有很多这种合体嘛，然后组合的表现，所以兰兰也就是也出圈嘛。兰兰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综艺节目的表现啦，因为人的终极就是娱乐，那啦啦队也是这种娱乐。那最难的当然还是要讲我们的啦啦，那最近啦啦队有很多新的消息，因为准备要开季了，富邦要给他的初登场极大化的能量，因为是全经纪约的第一人，就他在台湾的发展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既然你要经营这个艺人，你一定希望用最好的，所以用这种比较神秘感的，我觉得是正常啦。兰兰是因为他是最后一天的应援，就在我们赢了嘛，中华队赢了，然后最后他在那个舞台上面就哭他就说因为这是他最后一场的应援。那因为他如果今天角色转换，而且不在应援舞台上的话，很多人就会说那你到底是什么？他说他还要保密，他也还没有对外公布，所以大家也还在猜说到底还是他就要变成是球队的那种行政里面的其中一员，但他还是在乐天球团里面，只是他的角色就不是应援的角色。但他也蛮厉害，他从20岁到了28岁，他是啦啦转娱乐圈、演艺圈，因为他还拿了金钟奖。但是那个是很独特。其实，在户外加应援有户外应援的乐趣，但是对于这些啦啦队的队员来讲，其实是很辛苦的，体力啦，或者是说他们还要有妆，所以他们常常在旁边补妆，像韩子的他们就在旁边。你看那个李珠颖会红起来，就是在那边补妆补到一半，突然起来跳那个三正舞。每一个啦啦队员他们的这个职业生命，必须说能够跳到30几岁的，都是天赋异禀。那当然李多慧的效益是最高的啦。对，一波所谓的韩援来袭，然后就像这个现在叫做韩国啦啦队元年，就叫大战国时代。我说这一种韩援在台湾的经营，他们就已经把它当艺人的方式来经营了。那这个是他们在韩国是不太可能拿到的成就。这种事情在韩国会被打压，其实是台湾的这个让韩援变红之后，让韩国开始愿意接受了这种，就慢慢的韩子也愿意让他们的顶尖的啦啦队员做更多元的发展。只是真的还是要看人气，李多会是因为人气好爆红，被球团打压，球团认为他干扰到比赛，干扰到球员。可是现在慢慢的韩职球团比较能够开放一点。为什么这个韩国人对啦啦队态度跟我们很不一样？台湾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做的比日韩都好很多，就是我们比较不会去重人家的出身，台湾是以实力为主。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我讲演艺圈其实很现实，你没有办法吸引到观众的眼球，你就会被边缘。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力原则。那相对来讲，其实本土的啦啦队也会因为这样得利。比如说像这几年尾牙春酒请啦啦队的比例非常高，非常高。韩职啦啦队之外，现在日元也来了，日本人有来了一个叫做菊池桃子，目前应该是进中信兄弟了哈。日职的应援在统一已经有2个，可是乐天那个他不是传统啦啦队出来，统一那2个是真的从日本西武师来的。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文化，他们在应援的时候，他不可以比爱心，就是不可以像什么手指爱心啊什么不行。可是每一个队伍的那个啦啦队，基本上都是竞技式的那种应援为主，但不重个人，重团体。对，那很日
日本东信兄弟现在变成是台湾啦啦队里面国家元素最多的，日韩台湾跟香港。我感觉辜仲亮就是一个国际的家伙。对，他还有一个香港，香港其实就是算对啊。但最后就是说，这一些来到台湾，因为大陆现在已经逐步要解除禁韩令、限韩令的部分，所以接下来这些啦啦队会不会从大陆的网络上，他们已经红了，很多大陆的博主已经开始在播台湾啦啦队应援的影片。关键还是在于说，对岸没有那个啦啦队的文化，对，他们的啦啦队比较是从美式那种，比如说直来，因为他们没有棒球的那个市场啦，他们的棒球确实是比较辛苦。那我们就期待这个新一波的这个啦啦过的战国纪元元年。我们谢谢波基，谢谢历史哥。